在变幻莫测的股市中，箱体震荡走势极为常见。所谓箱体震荡，简单讲就是股价在一定时间内，在相对固定的高低价格区间内波动，仿佛被装在一个无形的箱子里。这看似规律的波动，实则暗藏玄机。许多股民们因为无法准确地把握其中的要领，导致投资失利。今天 Lucy 就以多年的实战经验总结了一套操作方法，分享给大家。喜欢的朋友们记得订阅我的频道，反复观看。首先呢，我们先来看箱体是如何呈现的。箱体震荡其实通过几何图形画出来是矩形形态。箱体震荡的由来呢，是多空双方力量的相对均衡导致的。当股价上涨到一定程度，卖盘力量增加，股价遇阻回落；而当股价下跌到一定位置，买盘力量又会涌入，使得股价回升。这种反复博弈造就了股价在箱体范围内的上下波动。但其实呢，从 Lucy 对量价关系的研究，其实形态的产生呢，是主力资金在聚集筹码的一个过程。Lucy 在量价关系的视频里曾经分享过，主力资金拉升的过程中幅度的大小，大概率可以判断出箱体形态过后的走势，这里就不赘述了。接下来我们看两个案例，来看箱体到底会出现在什么阶段。首先呢，是微软在2024年上半年的走势，如图中白色框框的位置是两个箱体震荡。那第一个白框因为震荡幅度较小，其实没有什么操作价值，只是形态可以给我们做一个参考。那再看第二个白框，箱体的震荡图形还是挺磨人的，但是又很常见。如果能掌握其震荡的规律的话，波段的操作其实也不错。看到这里的朋友可以点个关注， Lucy 后续的内容就是教给大家如何操作。我们再来看第二个案例，图中呢是苹果公司2024年4月到11月的走势图。图中可以看出股价是经过大幅波动的，但是无论怎样波动，其实拉长时间看，却是在一个箱体的上沿和下沿的平行区间震荡。看出是矩形的走势的小伙伴，大概率心中就有了后续如何操作的策略。如果是不得要领的朋友们，也别着急，接下来 Lucy 要讲的就是如何针对矩形形态的股票可以拿捏其走势的技巧了。矩形的使用技巧呢，因为我们开篇有梳理了矩形的产生的底层逻辑，所以其实我们就知道主力资金的意图了，这给我们确定矩形的上下边界有了很好的参考。首先两点确定一条直线，那如果出现第三个点，大概率这里是主力的成本区域，不想被跌破就只有拉升，所以激进的投资者就看到了机会，也就是 A 点，会跟进到达上沿的位置，也就是 B 点，这段操作是可以落袋的。那稳健的投资者不愿意去冒着猜主力成本线的风险，那怎么办呢？可以等 B 点被突破之后再找机会买入。那如果买入了，买入标准的大阳线底就是止损点。具体怎么样操作呢？接下来我们来看两个案例。首先呢是微软，这个比较宽幅震荡的箱体我们找到了上下边界。Lucy 从来都是马前炮，那正确的动作就是在两个低点确定的下沿位置，黄色圈圈的这根跳空阳线才是确认的点，就是 A 点。那上沿这个第三个黄色圈圈，那就是 B 点喽，也就是波段的卖点。那稳健的投资者看到这样的走势，其实两个白色箭头才是我们跟进的阳线的买点。其实 Lucy 本人是偏稳健的风格，会经常用这样的方式去参与。再来看一下苹果公司的走势，那这张图里面确实是两个前面的圈圈的不好判断。如果是你的话， A 点的位置会参与吗？可以在评论区留下你的思考。那确实 Lucy 看到这样的走势，大概率是在白色箭头的位置去参与。看到这里的朋友， Lucy 会很感谢你的耐心，所以这里有一个小彩蛋给到大家。既然是不好判断买点的句型，别忘了我们之前还有指标课程，大家可以结合 OBV 的指标线来参考呢。今天的内容你学会了吗？有疑问可以在评论区留言。我是爱分享股票知识的 Lucy， 关注、点赞、加分享，下期精彩持续看。